我是通过 Switch 来玩这个游戏，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Hello， 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这个玩游戏学中文的系列正式开始。玩游戏学语言一直是我自己学习语言的一个方式，你们喜欢吗？我们今天呢，就会从《星露谷物语》开始，这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喜欢的一个游戏。我之前玩这个游戏玩了差不多有135个小时，所以呢，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重新开一个档。我觉得这个游戏还是比较适合来学语言的。在玩的过程里面，我会讲解里面的词汇和语法，因为这个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和人物的对话，有故事，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是通过 Switch 来玩这个游戏，所以呢，我会把 Switch 和电脑连接起来，同时用了这个手柄。这个手柄我还蛮推荐的。我是在中国的二手网站上买的，但是它是全新品，我觉得做工蛮好的，关键是价格震惊到我。这个手柄它是充电的 Type-C 接口，价格就是人民币50元，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做工，都没有什么毛刺的，手感也还不错，关键灵敏度也很好。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就正式开始吧。首先呢，要来创建一个新的角色。可以看到这边第一个是名字，还是叫 Monica。这边农场的名字，农场一般就是指农村里面种植庄稼、养牛养羊的地方。我的农场叫 Momo 农场。大家知道 Momo 吗？小红书上面有无数个 Momo。这边最喜欢的东西，最喜欢什么呢？我比较喜欢闪亮的东西，キラキラ的，一闪一闪的。那是什么呢？我喜欢钻石 ，diamond。钻石在这个游戏里面非常有用，因为很多的 NPC 都喜欢这个来当礼物。写错了。所以钻石可以用来送礼，很有用的。然后下面是动物偏好。星露谷你可以在里面，每个玩家可以在星露谷里面养宠物，有2种可以选一个是猫，一个是狗。之前我是选的猫，这次就选小狗吧。选哪一只狗呢？选这个狗好了。我还是要选女孩子。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发型是丸子头，就是扎了一个像丸子一样的在头顶，这个叫丸子头。我们换一个发型吧。我想要马尾。
因为样子会比较像马尾，所以这个发型就叫做马尾。我们把头发的颜色换一下。我比较喜欢绿色的头发。然后这边的裤子，上衣要选吗？上衣就不选吧，裤子我们选一个短裤，可以，其他就不变了，你就点 OK， 正式开始。这是爷爷。不，现在还不能打开。打开可以说打开信封，打开窗户，打开门，打开开关，也可以说打开你的心。这是一个土味情话。现在听好了，有一天你会感到自己被现代生活的重担所压垮。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每个人都会被现代生活的重担所压垮，因为生活太辛苦了，需要赚钱，需要努力，需要不停的工作，重担，很重的负担，压垮，把背压垮了，因为背上面的压力很重。你那曾经充满光明的心灵也会逐渐暗淡，直到空虚把你的心占满。光明的反义词是黑暗，光明慢慢变成黑暗，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慢慢的暗淡了。逐渐就是慢慢的。空虚 empty， 心灵空虚，不知道该做什么，没有方向。等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亲爱的孙女，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礼物了。这里又有一个打开礼物。叉叉年后，多少多少年后，可能是1年，也可能是20年。这是 Joja 公司的办公室，好多格子间，看着好恐怖。这里的绿灯显示工作，红灯显示休息，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中。还有人在两边看着我们工作。这个感觉是每个地方的Joja超市的负责人，有一些还开着，有一些就倒闭了。这边有一个工位空着，标着已闭店，闭店就是关闭店铺。我之前玩过日语版本，写的直接就是解雇，也就是被炒鱿鱼了。那应该就是这个意思。还有个胡迪队长，胡迪队长也得打工。这边抓到一个摸鱼的，这个绿头发的小姐姐好像闭上了眼睛在休息。最右边还有一个骷髅，可能是太累了吧，累到都变成骷髅了。这个摸鱼的人原来是我自己。这个是我的工位吗？好像是。桌面上有显示器、鼠标、2支铅笔。这个抽屉打开了，有一封信，这个信是爷爷给我们的。我们要点击一下，打开信封。亲爱的莫妮卡，如果你在读这封信，你一定身处困境，期待转机。
所以莫妮卡在 Georgia 公司工作应该很抑郁，光明的心灵逐渐暗淡了。难怪刚刚在工位上摸鱼，因为他身处困境。这个就表示被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转机是指有新的变化，比如说我在这个公司工作的不开心，但是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份新的 offer， 这个新的 offer 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这个就是一个转机，因为是一个事件的转折点。可能接了新的 offer， 换了一个环境，我们的心情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就不会那么不开心了。我们接着读信。很久以前，我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当时的我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放弃了一切，并来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地方。视而不见，视力或者眼睛的意思，就是指眼睛。整个意思就是说，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所以爷爷才会说，在当时他对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指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因为爷爷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当时就知道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很重要。可能是爷爷可以早一些陪着孙女，也可能是爷爷可以早一些回到星露谷去感受与星露谷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爷爷最终选择了回到星露谷，放弃了在外面的一切，回老家做个农民，因为他觉得他属于星露谷。我将那块地的器具放在了信封里。器具就是指契约收据，可以证明什么东西属于谁，是永远属于谁，还是在某个时间段属于谁的一个证明。比如说，你要买一块地建房子，那买的这块地呢，就会给你一个证明，证明这块地是属于你的，应该算是一个法律文件。那这块地的证明就是一个地契，爷爷的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地契，他给了我这块地，我继承了爷爷的地，那怎么证明爷爷的这块地现在属于我呢？因为有人可能会上门说，你凭什么来到这里种地？然后我就可以拿出这份地契告诉他，这是我爷爷留给我的。那里寄托了我所有的骄傲和愉悦。莫莫农场，它坐落在星露谷，在南海岸。它将是你开启新生活的完美之地。真好呀，可以重新开始了，开启新生活。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现在它是你的了。我知道你会光宗耀祖的，我亲爱的孙女。这一句我不太喜欢。光宗耀祖是说让祖宗，也就是我们的祖辈，我们的祖先脸上有光，有面子。耀祖和前面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的，使祖先获得了荣耀，能够光耀门楣。这个词一般是用来说
子孙后代取得了一些成功，然后使得祖先和家族获得荣耀。古代的中国读书很重要，很多人寒窗苦读数十年，就是为了最终可以考取功名。如果某一天考中了的话，那就是金榜题名，就可以当官了，然后回老家就会衣锦还乡，脸上特别有光，有面子，连祖宗都会一起享受这个成功。所以我觉得不好，因为来到星露谷不是在外面拼搏争抢，而是很悠闲的生活，享受简单的人际关系，感受和自然的联系，不需要考虑祖宗的脸上是否有光。现在其实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回老家种地的话，不是一个让祖宗脸上有光的一个事情。其他的版本里面就只是说爷爷把这个农场送给我了，然后祝我幸福，希望我活得快乐。但是中文版本里面加了一句光宗耀祖，好像是一个条件，就是爷爷把这个农场送给我，是希望我来为祖宗争光的，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祝你好运，祝这个动词就是表示祝贺，那我们也会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祝你万事如意，用在所有好的让对方好的话里面。一般也会在信的结尾用上这个祝，朋友之间的话会简写，就简单的2个字，祝好。爱你的祖父。顺便说一句，如果刘易斯还活着，你就替我向那个老家伙问好吧，好吗？如果就，这是一个语法，我们可以说，如果你中了500万，你就去环游世界吧。如果你今天不想去学校，那就不去吧。那我们就把信读完了。景色好好哦，有山有海，风水一定很好。这边有一辆公交车，还有一个路标显示距离星露谷还有0.5英里。这是车停下来的声音。有人来接我，是谁呢？是罗宾。为什么叫罗宾的都是大姐姐呢？海贼王里面的罗宾也是大姐姐。第一次玩的时候，我玩了很久才知道罗宾都是2个孩子的妈妈了，看不太出来。你好，你就是莫妮卡吧？我叫罗宾，是这里的木匠，是镇长刘易斯派我来送你去你的新家的。木匠，匠是指工匠，某些做手艺活的匠人，比如说木匠，那就是做木工活的手艺人；铁匠，打铁的手艺人；花匠，种花的手艺人；镇长是个职位。中国有省、市、区、县、镇、乡这些行政单位，比如说省里的长官一般是最高的长官，那就是省长。那下面就是市长、区长、县长、镇长、乡长。爷爷提到了这个刘易斯还是个当官的，
是个镇长，他派了罗宾来接我回家。他本人已经在那里为你打扫屋子了。好勤快的镇长哦，亲自为我打扫，可能是因为和爷爷的关系比较好。打扫就是把屋子收拾干净了，比如说扫地、拖地、擦桌子、擦窗户，这些动作都是打扫卫生。农场就在那边，跟我来吧。我们跟着罗宾走。这就是我们的农场，看着不错诶。这里就是默默农场。怎么了？虽说是长满了杂草，但是下面的泥土可是很肥沃的。这片土地上有很多杂乱生长的草，满地都是。肥沃这个通常是用来形容泥土、土地，说明种植物会比较好。只要有点耐心，肯定很快就能清理干净它的。只要我努力，我就能成功。只要我今天多发一个视频，我就能多收获5个订阅。当当当当，这就是你的新房子了。罗宾为什么这么开心呀？眼睛都变成弯弯的了。这是谁？啊，新来的农夫到了，这就是镇长先生刘易斯。农夫就是农民，但是好像现在一般都说我是农民，很少会听说我是农夫。有个小寓言故事叫做《农夫与蛇》，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这个老头就是镇长先生。欢迎，我叫刘易斯，是新鹿谷的镇长。你不知道，很多人都对你很好奇。对什么什么好奇？大家对什么东西好奇呢？我对什么时候我能够达成 YPP 比较好奇。因为这里很少有人搬进来的，所以你瞬间成了大家的关注对象。搬进来，搬家，搬东西。搬进来，我们可以说搬进来一个新的人，谁呢？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搬进了我家，也可以说搬出去。我以前和我的朋友一起住，后来他搬出去了，我就变成独居了。瞬间就是一下子，很快的时间内。关注对象，大家都在关注我，我是新来的，我就是大家关注的那个人，也就是大家关注的目标。这个对象就是目标。对象也可以用来指代恋爱或者婚姻中的对方。比如说，我可以给别人介绍我的男朋友，这是我的对象。我男朋友也可以指着我介绍给别人，说我是他的对象。两个人谈恋爱，一般说我们在谈恋爱，对吧？
那也可以说我们在谈对象、处对象。如果我要找男朋友的话，我也可以说我在找对象。那么你是搬来你祖父的老房子，搬来搬进来。那是件很好的屋子，很有乡土味。乡土，乡土气息，家乡的土地。这里有一点点感觉是说老土，有一点老土味。老土的反义词是时髦 fashion。 乡土味，乡土味真是个糟糕的形容词。顽固还差不多。顽固，我们可以形容东西很结实，就说这个东西很顽固。也可以形容人，说这个人顽固不化，就是不懂得变通，别人给他建议，他也不愿意听，不愿意接受。太无理了。镇长可能觉得罗宾的形容有一些不尊重爷爷。别听他说的，莫妮卡，他只是想诱惑你购买他的房屋升级服务。原来罗宾把爷爷留给我的房子说得非常不好，是因为他想要推销他的服务给我，让我买他的服务。被发现啦！话说你赶了那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你该去休息下了。赶路。为了到新路谷，我从纠架公司离职，一天内换了好几趟车，就为了快点到新路谷，这就是赶路。明天你得到镇上走走，认识些人。明天就要去交朋友啦，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最重要的就是认识一些本地人，知道哪里可以买东西吃，哪里可以赚钱，所以要认识新的人。镇民们都很想认识你。哦，差点忘了，如果你有想出售的东西，放在这个盒子里就行，我每晚都会过来收走。如果我想要卖掉什么，就是出售。镇长他还兼职做收货商，所以晚上把想要卖掉的东西放进这个箱子里面，第二天就会得到钱。因为镇长晚上会把东西收走，然后第二天把钱计算给我们。那么祝你好运。镇长走啦。鸡鸣声，天亮了。这个是我的家。我们就直接从床上下来了。这个右上角有日期，显示的是春季1日，星期一。现在是早上6点20，所以每天早上是6点钟准时鸡叫，然后我会起床。下面有500块钱。这个500块下面有一个感叹号，是日志，日志就是日记的意思。我们点开，这应该是任务，对，
日志就是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这边有一个新的任务，名字是介绍。跟镇子上的人自我介绍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会很好奇，想认识新来的农夫。自我介绍就是跟别人介绍自己，比如说，我叫 Monica， 我来自中国苏州，现在我住在新鹿谷，这就是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已和2/28的人打过招呼。小镇上一共是有28个人，我们刚刚遇见了罗宾，还有镇长刘易斯，已经和2个人打过招呼了，所以还剩26个人没有去打招呼。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2/28，也就是1/14。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家。首先右下角这边是一张床，我们刚刚从床上起来了。床下面这边呢有一个地毯。左下角这边有一盆绿植，绿色的植物，绿植。左上角这边有一台电视机。这个电视机比较老式，有一点乡土味哦。我们打开电视看看有几个频道。频道呢，大家打开 YouTube 有不同的频道。打开电视机，不同的频道里面有不同的节目。新鹿谷的频道选择今天的话可以看到有3个。第一个是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就是告诉我们明天是不是会下雨，是不是会刮风，是不是会打雷。第二个是算命占卜。算命，大家知道算命吗？每个人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出生年月日，还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这些呢都可以把它变成算命里面的数字，然后算命先生就会根据你出生的这个具体时间来给你算命。你的生辰八字会告诉你的这个人的命运啊，你的婚姻状况呀，你未来的职业发展等等。有些人呢出门还会看黄历、万年历，因为一般万年历上面会显示今天适合做什么，不适合做什么，会显示今天宜出门，今天宜洗澡，那就是说出门比较好，今天洗澡比较好。如果是显示不宜做什么，那就是建议你今天不要做什么，可能是不宜抽烟，不宜喝酒，那就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比较好，类似是这样的意思。这边还有一个离地而居，我们打开看一下。欢迎来到离地而居，我们回来为你们提供另一个小贴士，请听。给所有新人一个提示，在等待第一次收成的同时，你可以去砍柴和收集野生牧草，以挣取些额外收入。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些小技巧，可能我们在等待庄稼成熟的期间，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去赚钱。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家里面还有些什么。这边有一把椅子，这边是一张桌子，桌子上面呢还有一个碗。右上角这边是一个壁炉，这个在中国不太常见，很少有。然后墙上呢有一扇窗户，还有一幅画。这边地上有一个礼物，我们把礼物打开。打开啦！你收到了15颗防风草种子。这个防风草很有意思，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防风草是什么，查了之后才知道是 parsnip。
因为之前住在欧洲的时候，我有买过。我第一次买的时候，以为它就是一种不同颜色的胡萝卜，然后和肉一起煮了。但是煮出来那个味道有一点点奇怪，因为没有吃过。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是其他的物种，不是胡萝卜。吃起来的话，会更像白萝卜一些。这个东西在中国也不常见，有地方在种植，但是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吃过，只在欧洲的时候看见过。收下这些，好好努力吧，镇长留一丝。所以这15颗防风草种子是镇长给我们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种子放入背包。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背包里面有些什么。这边第一个是斧头，用斧头来砍树、砍柴。第二个是锄头，是用来锄地的，田里面用的。第三个是水壶，浇水用的水壶。这个是镐子，是用来挖矿、敲矿的。第5个是镰刀，镰刀一般用来割草、割小麦、割水稻，都是用来收割东西、割东西用的。好啦，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好的，这就是我们第一天在新鹿谷的生活。自己玩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但是和大家一起玩，帮大家讲解，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发现了很多新的细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请给我多多点赞和留言，这样我也有信心和更多的动力制作更多的视频呈现给大家。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祝大家好运，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